保姆把自己当长辈，他做完饭，我直接开吃。他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，你懂不懂规矩？小姑娘家家的，没有出息，吃饭不知道等人吗？我好气又好笑，你又不是我妈，管得还挺多。就在我找理由将他辞退时，我爸却明确拒绝，不顾我的反对，坚持要娶她，甚至他还立了遗嘱，不仅存款都留给他，死后连家里的房子也一并送上。好家伙，这房子的贷款可是我还的呀，还轮不到别人说了算。我爸自从生病后就跟我商量说要找个保姆，其实我早就打算给他请一个人照顾了，是他一直觉得浪费钱不需要，他主动提出，我就理所应当欣然答应了。保姆刘淑芬就是这样进入我家的，她50岁左右，齐肩短发，一双丹凤眼，笑起来还有点妩媚，虽然一直在老家，但皮肤状态不错，看得出很注重保养。她刚来我家的时候，勤快的够呛，把我家里里外外一顿打扫，做饭也很好吃，照顾我爸生活起居也很麻利。每次电话，我爸对她都是一顿夸奖，电话里刘淑芬也很有礼貌，跟我说让我放心，肯定好好照顾我爸，同时也让我好好照顾自己。瞧着过分的高情商。元旦休假我回家，总算是跟刘淑芬见面了，倒是符合我爸的形容，确实干活是把好手，把家里收拾得很妥帖。我也没多想，我说这次放假可以在家多住几天了。话音刚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瞥见我爸和刘淑芬的脸上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失望，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不是错觉。早上我起来上厕所，我看着小卫室的门虚掩着，刘淑芬不在屋里，大早上她能去哪呢？直到我听见主卧里传来了她说话的声音，站在门口冷了半天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我真想进去把刘淑芬拎出来，但终究还是悄默默地回了屋。我躺在床上真是彻夜未眠，想起我妈在世时，我爸妈恩爱的场景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。但是别扭归别扭，我妈毕竟已经去世了，作为晚辈也不能挡着我爸追求幸福的路。不过刘淑芬才来我家2个月，就和我爸住在一起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？这是怎么看怎么觉得逻辑不通。第二天我陪我爸下楼遛弯，他没带手机，我上楼帮他拿。我一进门就看到刘淑芬拿着我爸手机，鬼鬼祟祟。我家门是密码锁，指纹识别，所以开门没什么声音。柳淑芬一看到我进来，慌慌张张放下手机，继续擦地，还用余光偷偷瞄我，看我有没有异常。我假装镇定，拿起我爸手机，没说什么，出了门。我打开我爸手机，弹出窗口页面，排在最上面的是我爸的手机银行。刘淑芬果然不是省油的灯，我把看到的一切告诉我爸，我爸却不以为然，他竟然跟我说打算跟刘淑芬领证。爸，你疯了吧？跟一个刚来咱们家2个月的保姆结婚？潇潇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但是我得对淑芬负责，别保姆，以后叫刘阿姨。我爸对刘淑芬的维护让我大吃一惊，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竟然被一个保姆折腾得5迷3道，爱情真是不简单。我才了解到详细情况，刘淑芬刚来第1个月就求我爸给她女儿找工作，刘淑芬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说自己年轻时就没了老公，一个人摆双儿女拉着大，儿子现在没工作，媳妇又怀孕，全家只有闺女争气考上学，眼看毕业了，工作太难找，无论如何求我爸帮帮忙。我爸看刘淑芬实在楚楚可怜，就给老朋友打个电话，突然找了不错的工作。刘淑芬为了感谢我爸，就跟我爸说要以身相许，互相作伴。就这样，我爸跟刘淑芬好上了。人到晚年，枯木逢春。小小，你妈没了以后，我真是很孤单啊。现在我爸话到嘴边说不出口，竟然羞涩的低下头。我看着我爸白了一半的头发，又看看他那犯了错误怯怯的眼神，瞬间觉得自己不会了。爸，咱们也要考察考察，不能这么忙碌。我这么一说，我爸倒是惊讶的抬了抬眼镜。潇潇，你这个想法很危险，你看年纪也不小了。得，明明是说他，怎么扯上了我？虽然我一再强调不能跟刘淑芬结婚，但我知道他根本没往心里去。这刘淑芬绝不简单。事实上，在刘淑芬跟我爸在一起的第2天，他们就领证了。我爸那么说，只是为了安抚我，因为我第2次回家，刘淑芬就藏不住了。刘淑芬先是对我爸改了口，从唐老师变成了老唐，而且堂而皇帝的搬进了主窝。最让我生气的是，他竟然把我妈的东西都清理到了地下室，让我妈的痕迹在这个房间里彻底消失。他还怂恿我爸跟他去拍了结婚照，那9幅照片就挂在主卧床头的那面墙上，我看着格外刺眼。刘淑芬一口一个老唐，我爸呵呵呵的答着。刘淑芬在厨房做菜，我爸在后面帮厨，夫唱妇随，好不自在。我在沙发上还没坐热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，我竟然自己用钥匙开了门，看到刘淑芬叫了一声妈，又很敷衍了，喊了一声唐叔叔，连看我都没看一眼就回屋了。但是他竟然走进了我的房间，还怒气冲冲的说，这谁的箱子，放我屋里？哦，感情这是鸠占鹊巢，母女俩一起来瓜分我的家。我正要发作，刘淑芬就笑呵呵的过来了。潇潇，你看你常见不在家，空着也是空着，小和尚搬住这儿近，你爸也同意了。面前的刘淑芬自信笃定，老何姑娘趾高气扬，大概他们觉得搞定了这家的老头，就搞定了一切。我笑着说，刘阿姨，我这房间不喜欢别人随便进，我不锁门是为了您打扫方便，但要是别人住，好歹跟我说一声吧。那女孩炸了，我妈是这家的女主人，你让谁给你打扫房间？我睡着怎么了？我还要说话。我爸咳了咳，是也都别说了。我突然感觉这不是我的家了，这里曾经留下了我们一家3口最温暖美好的回忆，但随着刘淑芬的到来，完全打破了。虽然最后在我的坚持下，刘淑芬的女儿小何还是不情愿地搬到了小卧室，但那凌厉的骂声、重重的关门声都砸在了我的心头，让我难以入睡。而我爸呢，我不想
不相信他完全无感。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俩新婚样，可我爸的身体却越来越差，人也消瘦了。吃过饭，看周围没人的时候，我悄悄问我爸，刘淑芬对你好不好？结果我爸还没开口，刘淑芬就笑应进来送水果。我爸笑笑说，好呀，现在觉得挺好的。刘淑芬也一脸笑，说晚年陪在我爸身边，真的是缘分天定。说完还得意的看了我一眼，潇潇，你爸对我是真好，你看到我的衣服没？纯羊绒的，6000多呢。你爸说，你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呢。我看着他那件大红毛衣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妈姐姐一生，毕生心血都花在她热爱的事业上，我还想跟我爸单独聊聊，问问他到底还记不记得我妈，问问他刘淑芬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。但刘淑芬就像膏药一样，走到哪跟到哪。虽然我什么也没问出来，但刘淑芬张牙舞爪的劲，让我十分不舒服。不过他俩现在是合法夫妻，我也不能怎么办。但是家里的这种变故，我可不能什么都不做。好在这是我的老家，也不是白在这生长18年，我还有朋友。周末我把我的闺蜜发小找来，人在外地，交代他们一定帮我留意我吧。我爸是老师，很多还是他的得意门生，安排好一切，我才安心回公司。可没想到还是出事了，刚进我家小区，就碰到了隔壁邻居王阿姨。王阿姨看到我，痛心疾首，你这丫头，亏了你爸这么疼你，老人家去世了都不见你回来看看，真是没良心。我一听惊呆了，王阿姨，你说啥？我爸怎么了？王阿姨说，你爸半个月前就过世了，全程都是保姆刘淑芬跟他2个孩子操办的，还一顿哭诉，亲生女儿不闻不问，老头子太可怜。王阿姨说完，眼眶都红了，我真是气得浑身发抖。我一路飞奔到家，我的钥匙竟然开不开门，我咚咚敲了半天，一个陌生男对我开了门，你找谁？他一脸不耐烦，我找谁？这是我家，不是应该问你是谁吗？我一把推开他，闯了进去，我大喊着爸，然后冲进主屋。刘淑芬听到声音从主窝走了出来，差点跟我撞个满怀，身后还跟了一个挺着肚子的年轻女人，一看就知道这准是刘淑芬的儿媳妇。不用说，开门的就是他儿子了。我一把推开他，主窝并没有人。刘淑芬，我爸呢？刘淑芬一听我说我爸，坐在地上就开始哭，就是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波拉妇女那种有韵律的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我的命好苦啊，明宽，你怎么这么短命啊？我感觉我脑子腾的一下，完全炸开了。刘淑芬边哭边说，闺女哟，你爸命苦啊，突然脑溢血，没抢救过来，走了。我说，刘淑芬，你放屁，我走的时候，我爸好好的，你赶紧把我爸找回来。刘淑芬继续痛哭，你爸没了，回不来了。刘淑芬，我爸要真不行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通知我？我边喊边冲上去，一把揪住刘淑芬的头发，另一只手用力抓了一把她的脸，瞬间我跟她厮打在一起。刘淑芬的儿子控制住我，刘淑芬一看自己得救了，我被控制了，一副得意，你整天在外地不管你爸，你爸死了你都不回来，你可真孝顺。刘淑芬，你放屁，明明是你不通知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放开我，你不怕我爸晚上来找你吗？没想到我这句竟然起到了作用，刘淑芬的损儿子手一松，我赶紧挣脱了出来。我冷笑道，既然我爸走了，你还在这干嘛？我这才留意到，我家已经完全被刘淑芬占领了。孕妇从主卧出来，显然刘淑芬的儿子儿媳住在我爸的房间，四窝里摆满了他女儿的东西。刘淑芬又重新睡回小卧室。刘淑芬使了个颜色，她那挺着大肚子的媳妇得意的从屋里拿出一张纸，拍在我面前，你看看，这是你爸的遗嘱，上面写着我名下房产归我妻子刘淑芬所有，遗嘱上有我爸的签名，印着一个手印。这根本就不可能，我爸怎么糊涂，也不会糊涂到把房子给一个结婚3个月的保姆。再说，虽然这房子在我爸名下，但贷款可是我还的。我说刘淑芬，你伪造一族有用吗？我爸根本不可能这么写，你这已经犯法了，你懂吗？刘淑芬得意的翻了一个大白眼，跟才来我家的亲亲侃侃的样子，真是天上地下，该出去的是你吧？啪，一个大箱子甩在我面前，我都把东西清好了，你赶紧搬出去，外头早就围了一群邻居，有说保姆私吞这家财产的，有说老头糊涂的，有说孩子不孝顺的，但我现在真的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走到门口，我转过头看了一眼刘淑芬，尖嘴猴色，心思百毒，这就是我爸想要晚年相伴的人。刘淑芬，你现在跪在我爸照片面前，磕3个头，坦白你的罪行，或许我还能网开一念。刘淑芬冲着我佩雷声，说我不孝女，想得美，她那丑恶的嘴脸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刘淑芬，你记住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有句话叫有恶报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箱子我自然不会拿，这是我的家，该收拾箱子滚蛋的是刘淑芬。打开门，门口早就站了一堆围观邻住，站在最后那个戴着口罩和帽子，怕被人认出来的大个子，就是苏雨，我爸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发小。看我走下来，他一把拉住我叫你别一个人来，你非来，快看看有没有被欺负。苏雨拉着我从上到下一顿看，我抬眼看看楼上的家，使劲拍拍身上的灰。刚刚跟那一家子拉成，真是会气得很。那个住在我家里的3个人，刘淑芬，她的儿子女儿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我一个也不会让放过。苏雨深深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，安慰着我，我是一个导演，如果我的复仇计划不拍几场戏，真是对不起我的职业。我跟苏雨开车去了一趟医院，出来后，我的闺蜜毛小云也到了，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我问。毛小云眨眨眼笑着说，唐导，我出马你还不放心，一条消息发出去，鱼上钩了，刘淑芬的损儿子名叫王龙，别的本事没有，骗炮倒是一把好手，他妈辛苦骗来的钱，估计都补贴给他了，最近老婆怀孕，这丫可没闲着。毛小云是谁？笑容可掬的外企公关，还坚持平面模特，
搜到王龙常常出现的社交平台，毛小云只是到他的页面看了看，王龙就主动开始撩拨，三言两语，鱼上钩了，约了今天晚上洲际酒店，当然地点是毛小云要求的，提前布置好一切，就等演员就位了。晚上8点钟，只见王龙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店，一眼就看到坐在1楼大厅里的毛小云，一身黑色的大衣里，一件银色的吊带短裙，一双黑色的过细高跟靴，栗色卷曲的头发直到肩膀，像猫咪一样灵动的大眼睛，十分诱人，眼波流转。他也看到了刚刚进门的王龙，只见他微微一笑，招了招手，估计从来没约过这么貌美的女生。王龙小脸刷就红了，迫不及待地挽起毛小云朝电梯走去，毛小云也不拒绝，还把头朝王龙肩膀靠了靠，毛小云够拼的呀。旁边的苏雨呵呵一乐，一进门王龙就开始不老实，毛小云见状一把推开他，咦，什么味道？你快去洗个澡。王龙看美女有点不开心了，也不想坏了气氛，只好乖乖照办。我想这应该是王龙洗的最难忘的一个澡，因为他洗到一半的时候停电了，浴室里一面漆黑，他喊了几声，屋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声响也没有。他看没人答应，就摸着黑走出浴室，一出门他就听到了我爸的声音，我爸声音严肃，低声说了句我的药呢。王龙本来就胆小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这时门一下子打开了，毛小云带着服务员走了进来，往前没走几步，就看到右侧卫生间里，王龙披着浴袍坐在地上，还在不停的大喊大叫，地上提前放好多钉子，王龙刚才摔了一下，直接被扎好多个洞。毛小云迅速拿起电话打120，也不管王龙坐在地上喊着别打别，老公阴狐混进医院这事怎么能不告诉王龙的老婆呢？毛小云早就用手机录好王龙急不可耐的视频，一条神秘的短信发到刘淑芬媳妇的手机上。当晚刘淑芬和他媳妇急匆匆来到医院，听说在医院两口子就大打出手，当时他媳妇怀孕都7个多月了，在医院里质问刘淑芬的儿子到底做过多少对不起他的事，他儿子倒是有点怕媳妇，一直低着头不敢说话。刘淑芬一看儿子受欺负，竟然跟媳妇吵起来，说还不是因为你怀孕不能伺候我儿子。医院里的护士都听不下去了，纷纷安慰痛哭流涕的儿媳妇，三人吵得不可开交。别急，还有好戏等着他。晚上只有刘淑芬的女儿在家，刚刚客串完我爸声音的声优大叔跑到我家楼道里开始间接性拉渣，有那么半小时，他紧忙回到了房间，给刘淑芬打去了电话。刘淑芬接到女儿连环电话，急匆匆的赶回家，估计这一夜他们一家是睡不好了。接着我把我爸生前吃的药放在了我家门口，第二天刘淑芬一打开门就看到放在门口的一个药瓶，林梢的小伙伴回来说，当时刘淑芬一家惊慌失措，躲着不敢出去了。这么一闹，没过几天刘淑芬的儿媳妇就早产了，医生抢救了半天，生下一个女婴，小婴儿太柔弱了，一生下来就进了保温箱。刘淑芬又是一只大马，赔钱的东西，趁热打铁，毕竟我也不能让刘淑芬霸占我家太久。我提着一堆东西来到刘淑芬的家，刘淑芬一看是我，吃了一惊，她招待我坐在沙发上，我开门见山，刘淑芬我爸走了，刘淑芬霸占了我家，这事您知道吗？刘淑芬眼神躲闪，潇潇你也要吉安顺变啊。刘淑芬听说我拿后妈，多多给我加一个鸡腿，生怕我个子长不高，当年我爸调到教委，缺管食堂的，我爸推荐了您，一直到退休，你都是食堂的厨师长，我爸对您不好吗？刘淑芬如此歹毒，您为什么要介绍到我家？也是想到以前，我眼眶都红了。刘淑芬叹了一口气，潇潇，我对不起你爸呀。刘淑芬，我现在有事情求您，我爸给刘淑芬的女儿介绍工作，我现在有事情求您，我爸给刘淑芬的女儿介绍工作，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他女儿在公司待下去。刘叔叔，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刘叔叔抬起头看看我，吃了一惊，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提这种要求。刘叔叔，您跟刘淑芬那点破事我都知道，您猜猜，要是我阿姨知道了会怎么样？潇潇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笑了笑说，我胡不胡说您心里清楚，我身上背着是杀父夺财的债，您说我会不会拼命？刘淑芬迟早要被判刑的，您真觉得她做的天衣无缝？到时候判您的从犯，您冤不冤啊？刘叔叔彻底呆住了，刘阿姨也快回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刘叔叔，我等你的好消息啊。说完，我自顾自离开了刘叔叔的家，我相信他能办到。刘叔叔原名刘大宁，刘淑芬为什么会绑上刘大宁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爸死后，他偷偷摸摸到我家，衣衫不整的出我家，再加上送刘大宁出去的时候，刘淑芬换了睡衣，这是我可是在小区物业的监控里清清楚楚的看到了。没过多久，刘淑芬闺女就失业了，我知道我的话在刘大宁那起了作用，最多也只会让他们感觉不顺，那么接下来的一切才真的让他们跌入深渊。事情都进展的差不多了，我给刘大叔结了工资，让他赶回剧组。大叔拍拍我的肩膀，没有要我的钱，说能帮上忙，觉得特别好。当年因为年龄关系，剧组没人愿意要他，但就因为他长得神似我爸，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，以后有戏拍的时候，我都会叫上他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一切整理完毕，我回到医院，我爸还躺在病床上，他已经昏迷了很久，但是好在病情控制住了。小苏大夫，也就是我的发小苏雨说，这2天我爸应该能醒过来。忙了这么久，借着我爸生病，我也停下来，坐在我爸身边，日夜陪着他，才发现他一下子苍老了好多。那是一天的清晨，小苏大夫来查房，我爸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他的手指动了动，发出了一点声音，潇潇，唐老师醒了。我当时还在一个电话上，
嗖的一下子冲到我爸面前，我爸看到我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，憋了这么多天，我一下子就扑到我爸身上，大哭了起来。爸，你真是吓死我了，你要是真没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我已经没有妈妈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你。我爸手指动了动，估计是想抱抱我，但是他的手还抬不起来。一堆医生冲了进来，马上给我爸进行全方面的检查。小苏大夫拉拉我说，老师很稳定，不用担心，只要情况保持住，过不几天就可以开口说话了。我爸起死回生，其实多亏了苏雨。那一日，刘淑芬送我爸到医院，当时我爸已经很危险了，长期营养不良，非常消瘦，脖子上还有勒痕。我爸心脑血管一直也不好，从身体的情况来看，已经停药至少半个月了，所以这一次才会用脑血栓。恰逢小苏大夫值班，他看到奄奄一息的我爸，说马上要进行手术抢救，让家人在手术责任书上签字。但是刘淑芬却说手术风险太大，不想让老头受罪，这摆明了就是放弃我爸。苏雨早就听我说过，刘淑芬跟我爸的事非常警觉，马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我当时在外地拍戏，一听我爸生命垂危，放弃抢救，我真是气得浑身发抖。我马上告诉苏雨，不管他们签不签字，一定要全力救我爸。仇恨的种子一旦在心里扎了根，就会疯狂滋长。我爸教我善良，但善良可不是软弱可欺。我告诉苏雨，我爸和刘淑芬现在是合法夫妻，如果我爸得救了，还要回到那个贼窝，还不如告诉他我爸已经走了。但凡刘淑芬一家能谨慎点，这个计划都不能成型。但是刘淑芬跟她的儿子女儿听到我爸过世，就在门口看了一眼，连头上的白布都没有揭开。我妈生前是医生，当时的医院就是捐献遗体，支持医疗事业。那时候为了支持我妈，我爸和跟我也一起签了捐献证书。当苏雨拿着捐献单找到刘淑芬时，我让她给了刘淑芬3万块钱。苏雨的解释是，按理说是捐献，没有钱的，这是特批奖励，所以不要声张，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刘淑芬一看有钱，按耐不住兴奋，点头如捣蒜，竟然笑出了声，完全不顾她那可怜的丈夫，已经冷冰冰的躺在了太平间。有句话说，欲要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，就让刘淑芬彻底疯狂吧。看似得到了一切，却没想到危险正在临近。当天晚上，我连夜飞回老家，一直在医院陪着我爸，但我爸的情况太差了，多少次在死神的边缘徘徊。小苏大夫说，就算是醒来，可能也是半身不遂了。本来我当时就想报警，但想了想，现在我爸什么都说不出来，根本没办法指认刘淑芬。况且他们是合法夫妻，在任何证据没有的情况下，很难剥夺他的探视权。如果他还要害我爸，那真是防不胜防。我暗暗的发誓，一定要刘淑芬血债血偿。还好过了几天，我爸总算稳定了。我爸醒过来后，我马上报案，警察给我们录了口供后，马上立案侦查，丝毫没有拖泥带水，因为证据链已经很清晰了。警方立马把刘淑芬一家抓获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刘淑芬其实是惯犯，她专找顾寡老头照顾，偷钱偷东西都是经常事。如果是身体特别差的，她一般都会虐待老人，不给吃药，这样没几天老人没了，她干了几天，雇主却会给1个月的工资。但是这来钱还是太慢了，直到来到我家，他看我爸心思简单，竟然起了这种胆心，包括那里遗嘱，我爸说他根本没有立过。刘淑芬后来交代时，我爸昏迷中案的手印根本就是伪造的。他还想着我爸走了，死无对证，他们明明知道我爸曾经得过脑血栓，但是半个月都不给我爸吃药，眼看着我爸身体越来越差，直到看我爸实在不行了，不想让他死在家里，就送到了医院，却没想到主治医生是我爸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发小，抓刘淑芬那天我也在现场，警察直接从我家把他带走。刘淑芬大喊冤枉了，冤枉，直到他看到站在门外的我和坐在轮椅上我爸，我挥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，要不是一旁小哥拉开我，我真想撕碎他这张丑恶的脸。刘淑芬挣扎着普通跪在我爸面前，开始磕头说对不起我爸，让我爸原谅他，还不停地扇自己嘴巴，场面一度十分刺激。我爸拍拍我的手说赶紧走，不想看到他。邻居们围了一堆，见证了大求得报的时刻，再也没有人嚼舌根，说我不孝顺。隔壁王阿姨拉着我爸的手说，老唐啊，你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其实后来我问我爸，刘淑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，他总是摇摇头，不肯告诉我。我猜那一定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，遭此大难，我爸变得经常沉默，思虑再三，我决定不回去组了，我还是想多陪陪我爸。小苏大夫倒是高兴了，一个劲的往我家跑，你看他又再来了，我也要开始属于我的新生活了。全文完。